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打得越狠，演技越稳。粗制滥造预告片一出，赵丽颖错开4席。货柜淘聚会开播，台上录制的片单送达，各大秀场普遍推出隐匿已久的新预告片。既有白敬亭和田曦薇的九州情节，也有大宅新川天天的欢快娱乐存在，更有使者张若昀与戚薇牵手，共同打造轰动一时的水陆湖泊，展现了昔日人们放大镜下的大明的高明洞察力。在合奏剧领域，小生的另一个时代小花加入了前线，卷起身来，将不同的小说题材提供给人群观看。就现在的剧集而言，超凡神灵已经登峰造极，都是王牌。几个月后，姚晨以摇滚出道，预告片格外的酷和可笑。此外，在过时的人体模型现实中拥有2只手的赵丽颖，继凤凰星的聚会之后，新节目野蛮发展终于交付了新的材料。对比和细腻辽阔的何兴福，评论中的徐半夏是个不难撩的女人。满足万家开启剧集发展，赵丽颖破译小镇小姐，刻画和幸福的执着人生。8.5 专注于隐藏在残渣中，以最低的价格和最低的价格交付。海清是整个聚会的主要艺人，其他人正在以他们的真实本性上演他们自己不幸的生活。尽管如此，一部体面的电影并不担心深刻的后方入口，而第2次富有想象力的改变和真实的后景，使这部电影有效地与攻击区分开来。妈妈优铁和曹桂英这2个被社会抛弃的人，变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闪耀的宝石。一个令人心碎的完美，看起来毫无防备和压迫。这部电影的进展表明，人们在野外观看这些东西时毫不犹豫，不管演得好多深，都能得到一致的认可。按照这样的格局，赵丽颖在福到万家中的演技，无疑是个精明之举。就在这时，她的地位因为截屏中的有匪而一落千丈。反弹后，她的状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，内容创作也有缺陷。反弹中最关键的阶段是挑选一个旧的人体模型，但结果并不顺利。所以从那时起，作为一个有前途的艺人，他迫切需要一部高评价的电影来展示他的力量。欢乐万家的最后一个分数虽然还算可以接受，但是超过了7个重点，还没到8个地方。无论如何，对于赵丽颖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她所解读的幸福累积了人类本能的每一个闪光标记。作为大姐，她会提供机会让姐姐读书，这是仁慈的。作为配偶和母亲，她有义务与自己打交道，并指导家庭中的一切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她每一秒都在经历着不离不弃，这就是勤奋。从为姐姐追评，到通过婚姻要求姐姐正确和幸福是这个星球上的佼佼者。在所有的板块展览中，赵丽颖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接触。毫无疑问，她生了一个孩子，她说她会过上体面的生活。在赋予自己力量的同时，我看着怀里的孩子哭了起来。那段感情起伏不大，但在性格的转折中可以看出何幸福的性格。有了孩子，她的肋骨就软了，但也有更多的战斗勇气。如果说何幸福是苦的，也是甜的，总有人爱着她，那么许半夏就像一株带刺的植物。霸气老板徐半夏，演技越猛演技越稳，新剧状态惊艳4。半夏还没熟就有毒。野蛮生长中的许半夏与剧名完美对应。他与父亲关系不好，与同事意见相左，独自在寒风中行走。即使风吹拂着他的头发，他也很孤独，很有王者风范。他的眼睛也一直望着远方，没有眨眼的意思。披着一头卷发，站在提建议的男人堆里，他一字一句的肯定，不追问。许半夏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也明白是失败还是成功。只要你决定，你就能做到。有的阻挠，有的不相信，有的泼冷水。他把餐具插进盘子里，他能把盘子压碎。和人争吵，别人说他不害臊，
他拿起杯子砸在地上，越用力砸，演技越真实。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，徐半夏是一个没有成长的角色。他一开始很强，后来也有过挫折，也只是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实力，才遇到了一些困难。无论是嘲讽的笑声，还是不变的眼神，两部剧的预告片都是看的。能区分何幸福和徐半夏这样的区别，足以让赵丽颖广受赞誉。片单中那么多剧都出过首版预告，但野蛮生长却让人打赌它能否成为未来的热播。归根结底，除了题材和阵容之外，赵丽颖的状态确实令人惊叹。剧目有友谊和背叛携手并进。站在女老板的角度，看看职场和时代的变迁。在优秀团队的加持下，野蛮成长或将成为赵丽颖又一部高颜值之作。那么，你期待这部作品吗？02王一博为何能冲出科班演员的人群，成为影视剧导演的新宠？要说王一博的5年，可以用舞蹈、武术、启蒙、经商来概括。这个舞蹈自然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他是街舞出身，年纪轻轻就被乐华选中去韩国当练习生，回国成为 UNIQ 成员之一歌舞团，并且连续3届成为这就是街舞的队长，带出了2个冠军。今年的这就是街舞正在热播中，他在舞蹈中也是真情实感，感动的舞蹈可以现场泼洒，刺激的舞蹈毫不犹豫地跟着舞蹈，把手给毛巾，看到舞者的不足，也会直接说出改进的方向。对舞蹈的热爱来自真诚的看舞蹈的眼睛，可以让舞者们感受到这种清纯的状态，是娱乐圈少有的年轻人洒脱的洒脱，还有这么失落的小可爱。借助大鹏执导的电影《热血沸腾》完成，王一博和黄渤演绎了非常热爱舞蹈的命运之人。熟悉他的观众已经猜到了舞这个词。出演长衫剧、家喻户晓的处女作《陈情令》，代表作有飞，稳固江湖名声。人们，《陈情令》的管理者郑维文、陈嘉琳，王一博在剧中扮演了蓝忘机的角色。有飞借助吴景元导演，他演的谢允绝对是前朝的皇帝。他在温和的绘画中变得非凡，他的嘴也变得非常精确。他最终将周飞困在了毒蛇之下。至于这个服务，尤其是弹吉他在当今戏剧中的作用的名气，《冰与烈火》导演傅东宇曾2次与他合作。在这部剧中，他饰演的是公务员的缉毒警员陈宇一角。《天空之王》是一部由刘晓诗执导、刘晓诗编剧的动作片，由王一博、胡军、于适主演，周冬雨特别主演。王一博挑战了一个全新的定位，一个全新的看航员时代，驾驶最前沿、最优秀的战机进行了看航，审视了飞机的防护极限和严峻状态。这是一项风险很大、难度很大的工作，但对王一博来说还很远。我第一次尝试和拳手进行零距离接触，让自己头晕目眩的强硬射击限制。无名氏是一部借助程二编剧和导演的卧底格斗电影，演员梁朝伟和王一博超级巨星。这是王一博第一次扮演地下工作者的角色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带着自己的存在和鲜血，一起运送事实，守护祖国。非文雅专业，主演电影。对于电视剧来说，人的悟性可能很重要，特别是在谢泽的协助下执导的《洛阳起风》中，王一博演绎了穆实心、百里红衣、建筑理解，并不总是最好的技术知识和工程人员，但也不熟悉修复案例。这种领悟是王一博天性的必然体现。他没有杂念，显然专心做事，观念超前。他的舞蹈框架的协调性同样与他的思想和思想的消遣密切相关。也许这就是基层管理者选择他的动机之一。每年，基础影视学院综合表演系的毕业生数不胜数。王一博为什么能从各种练习生和毕业生中脱颖而出？演影视剧靠精准导演，编剧靠精准编剧。首先，他的出现在巅峰。在这个时期，虽然可能会优先考虑精确的出现，但王一博的精确气质占主导地位。
他的面部功能是黄金分割的美学，不管是正面脸还是正面脸，他都是首选的帅哥。然而他那张无血的俊脸却发现了一丝冷酷和好看，然而他的笑容却变得炽热而天真。这种眼神是小说剧本和导演眼中对男主的首要渴望。矛盾是三维的，排他性的就是美。少数专业毕业的演员凭着自己的专业性会主动偏离功能的真正内涵。不过王一博因为不够专业，一直都在集中注意力。他谦虚地咨询了片场的其他演员和管理人员，在导演的帮助下找到了所需的功能方向，现在努力不再为不同的演员和制作团队带来麻烦。拍《有匪》的时候，他早就看出赵丽颖对他的话和他的台词很挑剔，心里甚至有些胆怯。事实上，他可能会借助大导演在一个伟大的剧本中成为超级名人，并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，特别是因为他没有可怕的爱好，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健康的存在，并且热爱运动。除了跳舞，他还是一名家庭主妇，滑板、滑雪、冲浪、足球和赛车玩得好，特别是滑板和赛车，专业合格的。在国家提倡关注高满意度作品和超级明星艺人照片的环境下，一张大艺人的照片和口碑也是影视剧获得口碑和关注度的巅峰之作。王一博是优质店青年的顾问，坏消息并不总是过多。当然，成为贸易商和生产商的目标组织。基于以上动机，对于王一博这样的优秀员工来说，用人单位应该有针对性地提供额外的资源来扩展他的潜力，并定期形成良性循环。自然而然的，他可以从各种高手演员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大导演的首席和新宠。王一博本人的祝福吸引了导演，导演的受影响人辅导帮了他。虽然他主演的影视剧不能说是完美无缺，但他的非专家历史也同样有缺陷。每一部剧都能看到他的成长和进步，这是演员朴素特质的体现。他命运多舛，值得情侣和管理者的喜爱。